今天我們一起來看大內9事件。在核輻射下，2位受害者分別在治療221天和83天後離世。這兩起悲劇的發生，讓人們再次將目光投向核安全這一沉重話題。而1999年3月30日，日本關東地區東海村發生的核能臨界事故，更將核輻射的恐怖與核工業違規操作的代價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東海村的核工業發展史始終伴隨着爭議與隱患。1956年，日本政府決定在此設立原子力研究所，遭到民眾強烈反對。10年前，原子2字給日本留下的戰爭創傷尚未癒合，但10年後，不顧民眾抗議，東海核能發電廠仍在此落成，成為日本首個核能發電廠。電廠的運營讓東海村從農業村落轉型為工業重地，村民收入顯著提升，反對聲漸弱，更多核相關設施隨之落地，其中便包括負責制造核能發電原材料的 JCO 都市會社。JCO 的核心業務是將天然存在的低濃度鈾礦8氧化3鈾粉末加工為發電廠所需的高濃度2氧化鈾粉末。理論上，該過程需將8氧化3鈾粉末與硝酸分批次倒入溶解塔，後續步驟通過自動化操作完成。硝酸鈾先再經緩衝塔緩慢注入沉澱槽。為防止超臨界反應，溶解塔與緩衝塔被特意設計成細長管道結構，從物理層面控制反應風險。要理解這場事故的嚴重性，首先需明確臨界反應的原理。原子彈的核心是中子撞擊重原子核，如鈾负235，钚负239，釋放巨大能量的同時彈出更多中子，引發不可控制的链式裂变反應。而临界反應則是通過水、石墨降低中子速度，或用控制棒吸收过剩中子，将這一過程變為可控狀態。臨界反應中，鈾的濃縮度通常為 18.8%， 最高不超過 20%， 遠低於原子彈所需的 90% 以上濃縮度。但一旦出現鈾堆積過高、中子過剩或移動速率過快的情況，便可能引發超臨界反應，釋放致命輻射。自1979年成立以來， JCO 一直遵循標準流程生產，但1995年後為追求效率，公司開始違規操作，將原本應倒入溶解塔的 2.4 公斤8氧化3鈾粉末與硝酸直接倒入10升不鏽鋼桶內反應，省去了溶解塔環節。或許是低濃度鈾的特性，這一違規操作在4年間未發生事故，逐漸被公司默許。1999年夏天，因產能增长需求， JCO 面向東海村招募了一批新員工，卻未對其進行專業的核安全培訓。這些新員工甚至不清楚工作中存在核事故風險，為後續悲劇埋下了致命隱患。1999年9月30日，這一天被日本原子能產業協會永久記錄為黑暗之日。當天，由大內9小原理人2位操作員和組長橫川豐組成的3人小組，在進行濃縮鈾制備工作時，做出了一個致命決定，省去緩衝塔步驟，直接向沉澱槽注入反應物料。這是他們首次嘗試該違規操作。打開沉澱槽取樣孔，插入漏斗固定後，小原理人將不鏽鋼桶內的硝酸鈾酰反復注入6次，直至第7次注入時，一道藍色的死亡之光骤然亮起。這正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出現過的切連科夫輻射，標誌着超臨界反應已然發生。此時，沉澱槽內的鈾含量已達 16.6 公斤，遠超每批次 2.4 公斤的安全上限。整個沉澱槽變成了一個裸露的原子反應堆，大量伽馬射線瘋狂外洩。上午11點15分，科學技術廳收到 JCO 關於臨界事故可能發生的報告，但 JCO 向消防部門通報時未明確說明是臨界事故。彼時多數人對臨界事故毫無概念，消防人員未採取任何防護措施趕赴現場，不少人因此受到輕微輻射。11點52分，距離作業區最近的大內9小原理人和橫川豐被緊急送往千葉縣放射醫療研究所救治。12點30分，在未收到縣政府、JCO 或管控中心任何避難指令的情況下，東海村村長村上打野果断自行下達室內避難指令，為減少輻射傷害爭取了寶貴時間。12點40分，內閣總理大臣小淵惠三收到第1份臨界事故報告，隨後通過電視號召周邊居民不要外出。當局迅速啟動3級避難方案，對事故現場350米內約40戶居民強制避難，500米內居民建議避難，10公里內居民要求室內避難。事故處理的核心難題是如何終止沉澱槽內持續的臨界反應。沉澱槽為雙層結構，夾層中的冷卻水本是為控制溫度，卻會反射近70%中子，反而加劇了臨界反應。當務之急是排放冷卻水，並向沉澱槽注入能吸收中子的硼酸水，但操作需近距離接觸輻射源，操作人員必然會遭受輻射。最終，責任方 JCO 組建了8人應急小組，每2人一組，每組僅允許在現場操作1分鐘。經過多輪接力，終於在次日上午8點50分確認臨界反應終止。
然而，這場與死神的較量遠未結束，3位受害者的救治過程成為了人類對抗強輻射的悲壯試驗。2001年5月13日 ，NHK 基於大內久家人的願望播出了他的治療紀錄片，讓世人首次直面強輻射對人體的毀滅性衝擊。大內久遭受的輻射劑量達16至23西弗，是普通人每年容許上限的2萬倍。最初，大內久僅表現出嚴重腹瀉、意識障礙等類似發燒的症狀。3天後轉院至東大醫院時，精神狀態尚可，不少護理人員誤以為他能康復，但經驗豐富的醫師深知，強輻射已穿透他身體的每一個細胞，染色體被徹底破壞，排序混亂、斷裂，甚至與其他染色體粘連。從生物学角度而言，他的細胞已失去正常增殖能力。最直接的影響便是白細胞數量急剧下降，不足常人的1/10，身體防御機制完全停摆，极易遭受細菌和病毒入侵。第6天，大内久被轉入无菌病房，醫師制定的唯一治療方案是移植能制造白細胞的細胞。他的妹妹成為捐贈人，手術歷時9個多小時，但輻射的破壞仍在持續。第7天，他的毛髮、指甲開始脫落，全身呈現燒傷狀，醫護人員覆蓋的醫用膠帶撕下時，會連同皮膚一起脫落。每一次換藥都伴隨着撕心裂肺的嘶吼。第11天，肺部積水導致呼吸困難，醫師切開氣管接入人工呼吸機，他雖意識清醒，卻再也無法與人交流。第18天傳來一絲希望，妹妹的細胞在她體內存活，象徵女性染色體的粉色熒光點出現，讓眾人看到一線生機。但好景不長，1周後，妹妹細胞的染色體因持續輻射出現變異，存活希望破滅。第27天，內窺鏡檢查顯示她的腸道黏膜大量死亡，出現嚴重腹瀉，每日腹瀉量超3升。此後3周，腸道開始出血，體表滲出體液與血液，每日流失水分達10升，全身需用紗布覆蓋。換藥時只能通過強效鎮靜劑讓她陷入沉睡。人造皮膚移植也因無法附着而失敗，眼睛極度乾燥易出血，血淚直流的場景讓不少醫護人員不忍直視。治療近2個月時，大量出血與輸血讓大內久的心臟超負荷運轉，心率持續維持在每分鐘120次以上，如同始終處於馬拉松狀態。第59天，生理監視器一度呈直線，經3次心肺復甦後恢復穩定，但大腦與臟器已嚴重受損，徹底失去意識，只能依靠機器與藥物維持生命。此前意識清醒時，他曾多次表示想回家，不要再治了。而日本法律允許的緊急避險，為緩解劇痛終止生命、於尊嚴死、停止無意義續命治療，它均已符合條件，但醫師未停止治療。一方面，這是研究強輻射傷害的罕見案例；另一方面，政府需向公眾展現積極救治的態度。第65天，大內久的病情進一步惡化，免疫細胞失控擴張，無差別攻擊體內細菌、病毒與妹妹捐贈的白細胞，最終白細胞數量趨近於0。第81天，醫師向家屬提議，若再次出現心臟停跳，便放棄搶救。家屬表示同意。第83天，醫師撤下大內久臉上的紗布，讓他的妻兒見最後一面。當晚，他咽下了最後一口氣。屍檢報告顯示，他全身肌肉纖維幾乎蕩然無存，唯有心臟保留完整肌肉組織，這也成為他為核工業從業者留下的寶貴研究遺產。與大內久一同受傷的小原理人遭受的輻射劑量為6至17西弗，雖低於大內久，卻接受了不同的脐帶血移植治療方案。強輻射治療尚無統一標準，醫師只能嘗試不同方法。但遺憾的是，他仍在治療221天後，於2000年4月27日離世。組長橫川豐遭受的輻射相對較輕，接受了顆粒性白細胞生長激素與骨髓治療，最終在1999年12月20日康復出院，成為3位受害者中唯一存活的人。這場臨界事故的代價遠不止生命的逝去。2003年3月3日，水戶地方法院對 JCO 處以罰款，包括橫川豐在內的6名公司高層及相關人員被判處有罪。事故影響範圍內的農產品、加工品遭遇退貨潮與價格暴跌，旅館觀光設施的預訂被大量取消。1年內 JCO 收到約8000件損害賠償申請。萬幸的是，由於事故中鈾濃縮度僅為 18.8%， 未引發核爆炸，且村長村上打野的避難指令下達及時，未對周邊居民造成嚴重健康影響。大內久的妻子在他離世後，與主治醫生前川醫生聯名寫下一封信。或許這是極為悲觀的看法，核能這種東西只要尚未得到完全的控制，或許依舊會發生同樣的事故。說到底，我對人類所行之事的不信任感難以消除。若從事核能相關行業的人無法保全自己，那麼我希望用我丈夫生命換來的教訓，能在醫療領域中挽救那些面臨同樣不幸的人。值得澄清的是，網絡上流傳的多張大內久病床照片並非其本人。
由於他一直在無菌病房接受治療，且自身已成為輻射源，醫生為避免輻射擴散與感染風險，並未進行拍照記錄。網絡上那些令人恐懼的照片多為燒傷病人影像，雖與大內9的體表燒傷症狀有相似之處，但並非真實記錄。東海村事故用3條生命的代價警示世人，核工業的發展絕不能以犧牲安全為代價。違規操作、培訓缺失、應急不力，每一個環節的疏漏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。而大內9用生命換來的醫療研究數據與安全教訓，更應被永遠銘記。唯有敬畏生命、堅守規則，才能讓核能真正服務於人類，而非成為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。